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我是董志祥，向全球各地收看我們節目的觀眾朋友問好，大家平安順心哦。那也請各位觀眾呢，幫我們的頻道按讚、訂閱、分享，我們正衝向20萬粉絲的訂閱大關，謝謝各位。好，馬上為您介紹這集的3位來賓。第一位是前大使謝文吉，志祥好，各位朋友大家好。第二位時事評論員王尚志，正好，觀眾朋友大家好。還有時事評論員彭華蓋，靜喬好，大家好。好，歡迎3位來賓加入我們今天的討論。那一開始呢，還是要持續聚焦現在全球最重要的事情哦，就是中東的這個議題呢，美國總統川普他又再一次被伊朗方面打臉了。怎麼說？前幾天呢，川普他才在这個他的真實社群上面是說得很好聽啊，說伊朗主動要求要舉行一場和談，那雙方呢要在卡達的首都杜哈來見個面，只干戈一下。但是呢，馬上就被德黑蘭冷回了一句說，未來幾天我們都不會跟美國舉行任何層級的談判哦。你不要派人來談了，跟你沒有什麼話好說。然後呢，另一個變數就是以色列這邊，大家可別忘，以色列是最不想終結這場戰爭的一個勢力。這個該國的防長卡茨呢，他就說，以色列現在已經準備了一項獨立執行的攻擊計劃，就是可能就算沒有美國，他也要單幹。那只要伊朗呢膽敢對以色列發動飛彈哦，那麼以色列最快呢就可以在明天跟伊朗開戰，反正就是閃電之內他就可以繼續開打。那也準備在這個伊朗的境內要執行所謂的藍白行動哦，然後呢，甚至已經把伊朗現在這個神龍見首不見尾、行蹤成謎的最高領袖穆吉塔巴也要列入這個擊殺名單。當然，穆吉塔巴現在的狀況是怎麼樣，大家都不知道。但是有沒有被以色列的情資給掌握住呢？或許只有卡茨他自己心裡清楚。好，所以呢，我們看到了現在就有2個劇本。川普認定談判如果走到盡頭呢，就可能要恢復打擊伊朗，那繼續跟以色列繼續這樣一起聯手來制裁伊朗，這是第一個劇本。第二個劇本是伊朗攻擊以色列，然後也就繼續發動這個第3次的伊朗戰爭。反正這個事情呢，沒有辦法終結就是了。那馬上7月4號就是美國建國250週年的這個大日子了。這場戰爭泥淖還要繼續在中東燒下去，這個場面真的對誰來說都不好看。所以首先我想請問一下謝大使，現在看到以色列這樣全身帶刺，好像一副要繼續跟伊朗跟你拼輸贏，跟你拼到死的這個感覺，他是不想被美國這個拋棄來獨立應對嗎？那川普眼下也非常急着要跟伊朗和談，結果被打臉，是不是種種跡象都顯示他現在真的已經沒有時間繼續耗下去，要急於脫身？對，其實美國川普總統的目前的戰略目標非常清楚，就是和談，然後呢脫身，那不要再戀戰了，因為他面臨國內政治的壓力非常的強烈啊。那另外講，這場戰爭的話，他可能已經認為已經有點得不償失了。從頭開始這個目標就設定錯了，然後沒有達成初步的目標，第2個目標也達不成。那所以呢，現在川普的政治策略已經蠻清楚了。那可是川普跟跟着伊朗的談判也不是那麼容易的，所以這個中間還是怎麼樣，就是有點拉鋸。有的時候變成打打談談，談談打打。那對於以色列來講的話，我想他最不願意見到就是美國跟伊朗的永久和解。而且這場戰爭如果美國跟伊朗的和解以後，會造成中東區域整個權力結構一個變化。那簡而言之，就是伊朗的勢力會大振。對。那所以這個是以色列來講是絕對不願意發生，所以他會用盡一切的方法對伊朗進行攻擊或者說更重要的是破壞美國跟伊朗的和解。那可是因為川普的心意已定啊，那所以以色列現在也找不到這個着力點，因為如果跟美國公開的對抗的話，對以色列來講也是一個不可承擔之重。所以這2個情況之下，以色列就是說現在也怎麼講呢？就是口頭上面先把話都講在前面，要等時機。那卡茲部長，那個國防部長，以色列國防，他講的就是說，對以色列動武有2個先決條件。那這2個先決條件不必然有先後次序，或者說這個要2個都符合，中間有一個符合，他就會去動武。第一個呢，就是說川普決定恢復打擊，川普跟伊朗的談判已經走到死胡同，川普決定說再對伊朗進行打擊。那時候以色列就是絕對是怎麼樣跑得比美國還快，開槍，跑得比美國還快。第2個情況就是說出現的話，就是伊朗如果攻擊以色列的話，
在沒有任何理由攻擊以色列，那以色列絕對是強烈反擊。所以這兩個情況就是說，他話已經撂在這裡了。那不過就是說，比較難的就是說，川普要決定對伊朗進行打擊。那這2天事實上也對伊朗進行打擊了，可是很多方面的報道都說，這都是連點穴都不算，就好像就是輕拍2下，那個交代一下，說哎，你打那個赫爾姆茲海峽的這個船只的話，那我就要攻擊你，那造成多少傷亡？你打的那個點到底是打到那個怎麼講呢？打到那個岩石上呢，還是打到沙漠裡？誰也不知道。所以這種就變得有一點就是說交代了事的感覺。那所以以色列現在的真正的，我覺得他面臨的最大一個挑戰，就是美國不再把伊朗當作首要敌人。這個對以色列來講，是他整個國家發展最大的一個隱憂啦。那另外一方面，以色列也很清楚。我想不是他領導人清楚，以色列老百姓也清楚，美國關係不能搞砸。美國關係如果搞砸的話，以色列就靠自己在中東地區玩吧，那可是很危險的。沒有美國，沒有今天的以色列，所以美國對以色列的資源，不管是外交、軍事、安全各方面的資源，如果任何一方面出現問題的話，以色列就舉步維艱了。好，大使剛剛有提到，以色列老百姓來，他們也都是心知肚明啊，跟美國絕對是沒有辦法鬧僵的。但是現在我們有閱讀到，川普跟納坦雅胡總理之間，他們的裂痕似乎已經是沒有辦法修補了，快要爆炸了。外媒已經多次披露說，兩人這個每次打電話都講出了這個火氣哦，都講出一些蠻難聽的話了已經。那副總統范斯他更講得明白，他說美國跟以色列的確是有很多的共同利益，但同時存在了一些分歧。他也警告以色列官員不要再攻擊自己在世界上僅剩的强大盟友了，這也講得很明白。那我們再結合剛才講的這個以色列設定的2套可能的開戰劇本，那第一套目前看起來是越來越渺茫了嘛，因為川普已經不太想再跟伊朗繼續這樣糾纏下去。那以色列會不會用一個假旗行動來制造開戰的理由呢？尤其是當白宮對以色列已經越來越沒有耐性的情況下，如果以色列繼續當一個引戰仔去，不管是挑釁伊朗，還是繼續欺負黎巴嫩真主黨也好，反正就是繼續去刺他，然後呢，把這個戰火再重新燒起來。幹哥，你覺得美軍下一個行動會就看着你以色列表演，還是說沒辦法，頭已經洗下去了，我必須跳下去跟你一起打？不，應該是你講的對啊，就是現在就是看以色列，你接下來你要怎麼表演？那為什麼嗎？因为你剛才講沒有錯啊，你知道嗎？其實范斯他曾經講說，我們的利益是一致的，就是我們跟以色列的利益是一致的，可是，在有些部分不太一致啊。這個可是就埋下很多問號。他說：“我必須讓內塔尼亞胡保持一點理智。”這就是他現在繼續接下來的談判要談的就是這個東西，也就是到杜哈去要談的重點在這裡。你能不能夠保持一點理智啊？你不要自己來好不好？在我們沒有答應的情況下，你自己來。你要自己演嗎？後果是什麼？誰要承擔？兩個國家，以色列跟伊朗跟美國之間，都已經是同床異夢，大家都已經看得出來了。從伊朗去攻擊長立輪啊，對，那個時候我就很驚訝，為什麼？長立輪是我們的船啊，掛新加坡國旗啊，你在赫姆茲海峽遇襲，我心裡想，怎麼不去打別人的船，就打到正好是我們台灣的船啊，對不對？那對於其實說句實在話，對於東方人而言的話，是覺得很難以接受的。就伊朗你再次違反了停火協定，那可見得你們這個所謂的諒解備忘錄沒有用嘛，根本沒有實質的效益嘛。伊朗自己也講啊，除非要有在1、4、5、10、11這麼多條條款都能夠實踐的情況之下，我們才可以繼續談下去。啊，這麼多條件啊？為什麼？裡面講的10跟11，10就是什麼？10就是你現在要把我的那個資產給解凍，11是什麼？11就是你現在要開始要讓我伊朗的石油可以賣。光這2條啊，美國到現在還是做不到。做不到的情況之下，幹嘛呢？那我們伊朗也可以不用遵守所謂的諒解備忘錄，對？
在這種情況底下，對不起，我們現在講一個重點，什麼重點？大家知道嗎？就是真主黨的靠山叫做什葉派。如果今天什葉派不理真主黨，那就不叫什葉派了。所以伊朗不可能棄真主黨於不顧。那這種情況之下，真主黨跟以色列之間的鬥爭跟衝突是不會停的。那好，我剛才為什麼講同床異夢？因為真主黨跟你以色列之間的戰爭，不是我美國要打的戰爭，不是我美國主張的戰爭。我主張的戰爭是伊朗必須去核化。那你现在以色列你要開另外這一條跟真主黨之間的戰線，川普是不會同意的。可是你現在看到所有的衝突，都是來自於伊朗本身跟以色列為了真主黨而爆發的許多衝突。所以大家就曉得說，其實兩個人想的東西是完全不一樣的。然而現在在美國的本土裡，本來共和黨是非常的支持川普的行動的，可是現在的年輕人，從26歲到49歲的人，有40%以上現在都不支持啊，傾向於不答應美軍繼續在這件事情上面再出動兵力。所以你就曉得說，整件事情越來越不利於川普的外交政策，也就是說，越來越不支持以色列的軍事行動。所以，如果說以色列要採取第二個劇本啊，自己對於伊朗發動第3次以伊戰爭的話，可能嗎？可能，因為以色列空軍做得到。但是如果以色列空軍做出那一步的話，那就會把整個中東和談的局勢完全再摧毀到第2次就是說伊朗戰爭之前的那種態勢。那等於是完全怎麼樣？就等於是說以前的努力完全都白費了嘛。對，所以這件事情我覺得對於川普的期中選舉有很大的影響。他不要等閒視之，我覺得狀況非常嚴重，就看明年的和談能不能夠真正開始進行了。是，好。在剛剛分析完之後，我們就持續觀察到以色列現在急於點火的同時啊，伊朗現在最大的一張王牌還是依舊在荷姆茲海峽上面。他也做出了幾點聲明哦，包括了警告巴林，說巴林是美國第5艦隊所在地，警告他，同時也是放話給所有的波灣玩家，就是呢，如果美軍使用基地打到伊朗呢，那你們這些借他基地的人也要付出後果。第二，跟法國講，你不要來插手荷姆茲海峽的排雷，因為法國你想跟阿曼合作，但是伊朗就警告你不要添亂了，潛台詞就是這個海峽安全是我說了算。第三，伊朗跟阿曼呢啟動了荷姆茲海峽的聯合委員會首次的會議，阿曼的外長他說法就很值得注意了，他一方面重申反對要收取正式的費用，但是一方面呢卻沒有排除設立所謂的海事服務費機制，甚至可以說可以參考馬六甲或者是新加坡海峽這樣的模式，這感覺就有點在給伊朗想收取你不管叫做通行費、使用費、海峽管理費，不管就是要收錢这件事情，開始在好像醞釀，給你一些台階下哦。所以我們就想說，《華爾街日報》就做出一個報道，說伊朗正在贏得荷姆茲海峽的掌控權的這個戰爭，是真的嗎？那阿曼現在分區這個通行費跟服務費，甚至提到了馬六甲、新加坡的模式，是不是就在替伊朗在鋪路呢？這筆錢伊朗是賺定了。上次跟怎麼看？我想在這美伊的談判過程裡頭，最微妙而且應該最難搞定的就是荷姆茲。對，因為荷姆茲它不只是牽涉伊朗的非常關鍵的此刻的未來整個國家的利益不知凡幾啊多少錢，它也牽動了包括美國在整個波灣地區的實質的最後這個控制權的這個感受。當然更不要說牽涉到全世界，尤其亞洲那麼多國家的游動的這個地方出來了。因此，現在美伊談判有那麼多核濃縮鈾等等的，然而這裡有最關鍵、最難測、影響最深遠的還是荷姆茲。所以這幾天因為荷姆茲海峽的關係，美國跟伊朗又開始出現戰火了。這個東西其實凸顯這個荷姆茲的這個微妙性或它的不可測性。當然，其實我們來看一下《華爾街日報》所說的，覺得伊朗要贏了，它的這個角度，當然。美國的這些主流媒體，其實他們在意的只有3樣東西啦。第一個是美國的利益，第二個是美國的期待，
第三個是他們一旦畏懼這些利益期待不能達成，所以他們完全站在美國角度去想。所以我覺得倒也不用都這麼角度看，而且他們對於基本上也是要施壓川普。真正值得看的，就如同剛剛其實敬教所提到的阿曼的角色。阿曼的角色其實在這一波其實波灣國家當中非常有意思。當然，荷姆茲海峽北邊是伊朗，南邊的海岸其實就阿曼。它其實它的地理位置不會比伊朗不重要所以為什麼那麼多國家，包括法國，一直想介入？他不跟伊朗談，伊朗不理他，美國也不理他，所以他趕快跟阿曼談。而阿曼也保持一個非常神奇的這個態度，什麼意思？在這一次的美伊戰爭波灣當中炸得死去活來之後，你看到好多國家都找了巴基斯坦、找了埃及，其他的这個大家來保駕護航，唯獨阿曼還是很謹守跟這個，特別是跟美國方面、西方國家的關係，而且他不斷的一直強調，甚至變成最有力量的。要知道，像阿曼呢，其實他被視為都是中東的瑞士。他長久保持這個中立，是所有國家當中，無論跟伊朗、跟以色列，不要說美國跟歐洲國家，保持最等級，我覺得是第一名哦，比阿聯酋甚至還更誇張一些些。所以在這次之後呢，他還是積極強調要進入這個波灣國家的這個聯合海。就 GCC 的這個所謂的，等於是所有波灣國家扣除伊朗之外的這個軍事合作，就大家一起軍事合作。所以現在大家其實都要重建，大家都有自己在盤算。比如說，包括阿曼自己也都在設想怎麼繞開荷姆茲海峽。我們都知道，阿聯酋包括沙特都在建新的油管，以後都不要走荷姆茲了。大家不會相信這次伊朗的這個衝突只這一次而已，後面就沒事了。所以大家都在找後面的備案，包括阿曼自己也是。但是阿曼的這個地理位置恰好在波灣的跟伊朗的荷姆茲海峽的入口，其實它是非常非常彈性的，它也在設油管。所以呢，這裡頭可以看到阿曼的靈活性或多元性。我們從外面看是你很有矛盾，就是剛剛講，你不知道荷姆茲，可是呢，你又要去願意談那個制度談判。好，於是現在重點來了，阿曼這麼現實，阿曼這麼保持中立，現在他面對的問題不是伊朗或美國的壓力，他現在面對的關鍵問題是，荷姆茲海峽免費的時代還能再重新出現嗎？對吧？現在無論就伊朗，無論就美國，大家在這裡頭的拉鋸，但真的能夠免費嗎？荷姆茲海峽這次全世界終於知道多重要了，這個重要性難道等於未來在經濟資本環境的市場、能源市場等於不用錢嗎？所以我覺得阿曼一旦面臨這個趨勢，他恐怕無論他要不要，也要順應這個趨勢。不只是伊朗的軍事壓力，伊朗軍事壓力當然還是最關鍵的。但這個大環境的趨勢，我覺得以這些能源國家對於資本、對於趨勢、對於錢那麼敏感的荷姆茲海峽，未來不可能免費不收錢。是，好，謝謝三位來賓的分析。更多的國際大事深入討論，我們待會回來。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